Akhirnya kami sampai. Sampai ke lawas. Fighting. Fighting. 我们到了 ，vaccine 到了喽。Akhirnya sampai. 哇，多重哦！终于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药剂师。就在今天 ，COVID-19 疫苗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老越沙拉哇。老越是哪里呢？不知道哎，赶快查一查你的 Google Map， 看看我在哪里。我呢，超级兴奋，因为马来西亚很快就要实行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第一阶段，就是先注射我国的所有前线人员，当然就包括我啦。好，废话不多说，这一期视频就让我带你们深入的了解一下 COVID-19 疫苗。病毒无处不在，处处都在。通常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会透过许多的方式来保护我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生抗体来击杀病毒，但这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做出反应。在这段时间里，人还是会生病。可是，对于某些较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像 COVID-19， 若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远远不足的。尤其是当你免疫系统不够强，或当你有其他慢性疾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在还没来得及产生对 COVID-19 病毒的抗体前，也许就已经先累垮了。所以这种时候就需要疫苗的帮助啦。原理上，当疫苗进入身体后，它就会冒充 COVID-19 病毒，免疫系统就会以为有外来物种，就会产生抗体来对付它。疫苗呢不会让身体患上 COVID-19， 这你们放心，但它会让免疫系统产生对 COVID-19 的仇恨记忆，所以将来若是真正的遇到了 COVID-19 病毒时，免疫系统就会马上的认出这个仇人，快速的生产抗体击杀，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作怪，造成疾病。市面上 COVID-19 疫苗有许多种类，大致上区别在于：一、用整个病毒，比如说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或是二、能够触发免疫系统的病毒的组成部分，或者三、带有特定指令的 RNA， 简称核酸疫苗。目前市面上已开始大规模接种的疫苗，大概就有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这两种都是核酸疫苗。还有呢，就是牛津疫苗，它是一种病毒载体的疫苗，但它还没开始大规模接种，所以我们就先不提。先提到辉瑞疫苗，它是目前马来西亚已经引进并审核批准的第一批疫苗，它就是由 Pfizer 和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究的 mRNA 核酸疫苗，名称为 Comirnaty BNT162B2。这个 mRNA 疫苗呢，与传统疫苗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运作方式有点不一样。传统的疫苗都是把弱化的病毒或病毒的蛋白质直接注射进身体，抗体看到了就说，这是谁哦？打他，记住他的样子，改一次，见一次，打一次，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反应。那么这个 mRNA 疫苗，它并不是注射蛋白质哦，它是注射制造蛋白质的 recipe。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传统疫苗呢，就好像是把煮好的饭菜成品，比如我喜欢的沙拉瓦拉萨送进来。那我们注射的 mRNA 疫苗就不一样，它就好像注射一张食谱进来。mRNA 其实就是 messenger RNA， 传食谱的纸，
我们的细胞一旦接到 mRNA， 就好像收到食谱了，就说哎，我来做，然后就做出一个很像 COVID-19 病毒表面的那个 spike protein。那么免疫系统看到了，就说这谁有外来者，然后就产生了抗体。所以从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 mRNA 能上市这么快，因为做食谱怎样都快过制作食物饭菜啊。我只要写，注射进身体就搞定了。剩下的事就拜托身体细胞啦。mRNA 疫苗第二个不一样就是制作快，改变疫苗也快。今天这个病毒呢，它突变很快，我相信大家都会问，如果病毒突变了，这个疫苗还会不会有效？其实辉瑞公司的疫苗是针对 COVID-19 病毒比较主要的部分，虽然突变了，很大几率还是会保持效果。根据研究报告指出，该疫苗依然能中和英国和非洲的 COVID-19 病毒变种。该公司呢还指出，若是未来真的有病毒大突变，疫苗不再有效果，他们也能很快的重新改写一个新的 mRNA 疫苗。这就是为什么 mRNA 上市比较快的原因啦。其实不止辉瑞疫苗，其他种类的疫苗能在短1年内就能上市，有很多原因。最近就有培训问我，这些疫苗这么快就有了，到底安不安全哦 ？OK 不 OK 哦？他们是不是走 shortcut 哦？以往呢，在正常的情况下，疫苗从开发到上市需要50-15年。但是因为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原因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啊，我们必须分秒必争。那么其中第一个加快疫苗开发的主要因素就是全球的合作，全球各国的研究人员都不藏私，都在第一时间主动分享 COVID-19 病毒的基因组序列。第二是有庞大的资金推动和政府与私人机构的联手。第三就是临床阶段的加速，疫苗的开发是需要通过临床前的评估和3个不同临床阶段 Phase 1、Phase 2和 Phase 3进行，还有过后的 Post-Marketing Surveillance。传统上这些步骤都是按顺序进行的，每个步骤通常需要几年才能完成。但是这些步骤现在都得以在几个月内完成，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的志愿者参与了疫苗的研究，还有呢就是在全球增加了许多的测试站点，以方便注册和收集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在 COVID-19 疫苗计划中 Phase 1和2以及 Phase 2和3临床实验经常会重叠，所以就能够很快的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别担心，他们都依然遵守严格的安全标准。好，现在再来看看马来西亚除了辉瑞疫苗，还有哪些已引进的疫苗呢？截至2021年2月，马来西亚已通过 COVAX 设施获得了6670万剂 COVID-19 疫苗的供应，并从5家 COVID-19 疫苗制造商提前购买。在这5家疫苗生产商中，辉瑞疫苗在2021年1月8日通过了 MPRA 马来西亚管制药物和化妆品安全执法机构的批准。目前其他4种 COVID-19 候选疫苗呢还在分段审核中。从这个图表你就能看到，这些 COVID-19 疫苗的效能好像有点不一样哦。那么什么是效能呢？这里的效能是指疫苗保护你免受 COVID-19 疾病症状的能力。虽然每个疫苗的效能都不同，但其实都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规定的50%。现在呢，已经有许多疫苗的效能，如辉瑞疫苗的95%，其实都已经大大的超出了预期。图里的这些疫苗呢，在现阶段都能起到保护你的作用。我们都不需要去比较不同的疫苗，说，这个疫苗比较好，我选这个，那个不好，我不要。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啊，因为其实目前没有科学研究去真正比较不同疫苗的真实效果，或者选择继续开发更高效能的疫苗。
因为现阶段的目标呢，乃是先尽可能的控制疫情，去接种尽可能多的人，即使那个疫苗效能只有最低的50%，它也是有用的。当 COVID-19 不再是全球的流行病，而只是地方型的传染病时，我们才会继续研制更好的疫苗。就打个比方说，接种疫苗呢，就好像购买一部手机现阶段呢，就是为了让人人都拥有手机，能够打电话、上网就足够了，而不是让你有名牌手机啊，好像 iPhone 啊、华为 P40 Pro。所以我说了这么多，重点就是要告诉你，什么疫苗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有接种疫苗。现在就来详细说说我国马来西亚的 COVID-19 疫苗接种政策。我看了过后，我只能说 nice， 太棒了。所有疫苗将会是免费，只要你是居住在我国，不管你是公民或者是非公民，一律全免。还有，在我国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不是强制性的，如果你真的不愿意，也不会被强迫。当然，为了帮助我国达到群体免疫，我非常的鼓励你们去接受疫苗。政府的目标是至少88%的马来西亚成年人口在2022年2月之前接种，以减少 COVID-19 病毒的传播。那么什么是群体免疫？它其实就是一种对传染疾病的间接保护。保护谁呢？保护那些由于过敏、低免疫力或者儿童因为年龄限制无法接种疫苗的人。比方说，在一个社区，人传人的风险很高，但是当人接种疫苗后，感染风险就会降低，因此就能降低人传人的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病毒的传播风险就会持续的下降，到一个程度，就是让剩下不能接受疫苗的人与我们都享有一样低的风险，那就是群体免疫的作用。好，倒回来说说我国疫苗接种政策，它就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先给前线人员，包括政府与私人机构的医护人员、警方、RELA、Essential Service 的人员、兵士、BOMBA 等等。在这一阶段会首先使用已经被 MPRA approve 先的辉瑞疫苗，我就是其中一个先锋啦。我会为你们先 testing， 到时候会再出一个视频解释我的亲身体验哦。第二阶段就轮到高风险人群，包括所有60岁以上的人、残障人士和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那些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中风、肾病、肥胖等等。第3阶段呢，就会给所有18岁以上的居民，但会优先给红色区域，然后到黄区，最后到绿区的居民。整个疫苗接种的流程，政府已经安排好。大致上就是这样：会先报名，那么你们可以透过 MySejahtera App， 或者拨打热线，或者透过网址，或你可以直接 walk in 进去政府或私人的医疗机构。还有医护人员呢，也会主动的去乡村和内陆地区帮忙注册，然后就是来预定时间。过后呢，到了预定时间，你们就去指定的疫苗接受中心。那么目前我国就有605处的疫苗接受中心。当你们到了那个疫苗接受中心过后呢，就会有医护人员帮你温度测量还有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注射第一支针过后呢，就会请你到休息室观察30分钟，确保你没有过敏反应或者其他症状后，你就会收到疫苗卡，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咯。接种疫苗后，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观察自己有没有任何的异常、副作用或者过敏反应。过后呢，在注射第2支针疫苗的时候的流程也是一样，结束过后你就会收到一个西旧啦，那个西旧到时候就会显示在你的 MySejahtera App 的 Profile 部分啦。好，说到副作用，这就是我身为药剂师的其中一个专长啦。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呢？其实市面上可以说每一个药物，包括家喻户晓的 Panadol 止痛药都有副作用，但是通常几率都很低。
有些药物的副作用也是当你食用过多的剂量时才会发生。所以，我们药剂师的工作就是确保你所吃的每一个药都在合理的剂量范围内。就以 Panadol 来说，当我们头疼还是发烧时，我们成人都会一次吃1到2粒，根据你的体重，然后一天最多4次。可是，若你一次性吃太多，或者吃超过4次的时候，问题就来咯。同样的 ，COVID-19 疫苗的副作用也跟它的剂量有关，但它的剂量都是经过临床试验所调好的，不多不少。它的一次剂量足够多，让你身体激活免疫反应，并起到保护作用，又不至于太多而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其实 COVID-19 疫苗的副作用和其他普通疫苗的副作用呢，都大同小异。比如在你接受注射的手臂上呢，会有疼痛、肿胀；其他身体部位呢，就有头疼、疲劳、怕冷、发烧。但你真的别太担心，这些副作用都很轻微，而且都只是暂时的。这些都是身体的正常表现，证明疫苗在你身上开始起作用咯。在接种疫苗过后呢，是需要你们在 MySejahtera App 来通知你们所有的任何副作用，或者你们可以去附近的诊所、医院来报告，并顺便咨询医生有关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给你 Panadol 来缓解你在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的疼痛、发烧和不适的问题。或者我可以建议你试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比如如果你要减少注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你可以拿一个干净凉爽的湿毛巾贴敷在注射的地方，或者你可以多使用或锻炼一下你的手臂。那么要减少发烧引起的不适呢，就多喝水，穿着轻便就好啦。再来说到过敏，根据辉瑞疫苗的临床报告，疫苗接种后过敏反应的发生率约为每100万剂的5次，也就是说100万的人里只有5个人有过敏反应。还有在过敏反应病例中，88% 发生在有 allergic history 的人，98% 发生在30分钟内。这就是为什么接种疫苗后你需要静等30分钟，就是要在这30分钟里来观察你有没有过敏反应。就算有，我们医护人员也能马上给你治疗。答案是要。大多数 COVID-19 疫苗需要注射2次才能发挥作用，除了 CasinoBio 的疫苗。对于需要2次剂量的疫苗，第1次和第2次注射的间隔时间取决于你所接种的疫苗。辉瑞疫苗和 Sputnik V 第1剂量和第2剂量之间的间隔为21天，牛津疫苗 AstraZeneca 就28天，Sinovac 就14天。若你只注射第1针，你的感染几率不会有明显的下降，依然还是处于高风险状态。只有在完全注射了第2针的7天过后，你的感染几率才会有极大的降低。还有一点就是，即使在第1次注射后有一些副作用，你也要进行第2次的注射哦，除非医生认为你的副作用比较严重，告诉你不用再注射了。不建议，因为目前没有任何在这一方面的数据，也不清楚不同类别或牌子的疫苗会不会打架，会互相影响彼此的效果吗？所以，当你接种疫苗，你自己也要清楚你所注射的是哪一个牌子的疫苗，然后必须自己确定下一个所注射的疫苗也是一样哦。即使你感染过 COVID-19 并且已经康复，你仍然有必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因为这种病毒呢，它是新型病毒，我们还不清楚从感染 COVID-19 病毒痊愈后而得到的自然免疫可能持续的时间。虽然有数据表明，大多数感染 COVID-19 并痊愈的人在90天内不会再次感染 COVID-19。但还是有几个案例。接种 COVID-19 疫苗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感染风险，但任何疫苗的保护效果都不能达到100%，所以你还是有几率感染 COVID-19， 但是不会让你有严重的症状，
比方说，之前你感染 COVID-19， 你的肺功能会下降，严重一点进 ICU 需要呼吸器的帮助，甚至会导致死亡。但接种疫苗后 ，COVID-19 不再是致死率高的传染病，它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伤风感冒，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作息了。这就是 COVID-19 疫苗最主要的效果咯。我们目前也只有2个数据，也不清楚疫苗接种后免疫力在现实条件下到底可以持续多长的时间。现在还持续进行的临床试验，就是为了确定这一点。若第一时间收到消息，我将会在影片底下留言更新。当然是要，都说不是100%免疫，接种疫苗过后，你还是有感染的风险，然后再传给其他人。所以，就算有了疫苗，大家还是要继续遵守 SOP， 戴口罩 ，social distancing， 努力点洗手消毒。其实，因为目前所有疫苗研究的志愿者都是至少18岁以上，所以还没有数据清楚表明18岁以下的人适不适合接种疫苗。现阶段已经有许多疫苗公司开始在儿童们进行临床实验了。一旦有研究报告证实 COVID-19 疫苗在儿童身上的确有效并安全，我国政府就会考虑18岁以下的疫苗接种政策。这就是其中我鼓励大家去注射疫苗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要保护那些暂时还不能接种疫苗的弟弟妹妹们啦。最后一个问题，孕妇哺乳的妈妈该注射疫苗吗？这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你可以考虑，但是需要在与医护人员讨论并仔细考虑风险后才能接种疫苗。根据马来西亚妇产科 COVID-19 疫苗接种指南，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 COVID-19 进 ICU， 死亡率和早产的几率都会有所提高。你若是决定要接种疫苗的话，你就应该在第14到第33个星期之内注射第一支，那么第2支你还可以等到产后第14个星期再注射。至于哺乳的妈妈们，其实是建议你们注射。因为注射疫苗后，你身体所产生的抗体就能渗透到母乳，并通过哺乳孩子，间接的进入到孩子的身体来保护他们。好了，这一期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期就让我来告诉你我注射 COVID-19 疫苗的亲身体验。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大力分享给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哦。若还有疑问，请在视频底下留言，我都会一一为你解答。好，请继续关注我，我是 Jason， 你的药剂师，我们下期见。